都说大古是莽夫，硬生生把法师完成了战士，但是你真的知道迪迦的技能一共有多少吗？大古又是否将这些技能融会贯通？因此我花了2天半的时间又重新刷了一遍迪迦，将技能完整的记录了下来。没想到技能居然如此之多。首先来看看大古多次使用的技能，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发射过的栽培利敖光线，在第3集中首次使用，是迪迦复合型的必杀技，双臂往后蓄力，然后在前方交叉后向左右展开收集能量，在达到最大幅度后，百成妖自行就能放射光线。此技能在52集中出现了26次，是大古使用最多的技能，其中有2次是简化版的栽培利敖光线，速度更快，几乎能做到瞬间发射，但威力也明显降低。还有1次是强力型的栽培利敖光线，出现于第51集中，迪迦在力量型状态下摆出与迪拉修姆光流同样的蓄力动作，最后百成妖型动作发射光线，这也是常态下迪迦的最强光线技能，可惜还是没能破防加坦杰厄。另外还有1次便是大家都参与过的闪耀栽培利敖光线，你化作闪耀形态后，和一群小朋友一起发射的栽培利敖光线，据说此威力强于常规栽培利敖光线数十倍，不愧是你啊！第2个光线便是迪拉修姆光流，这是迪迦力量型以及龙卷形态的必杀技，首次出现于第2集。只要你展开双臂开始蓄力，在胸前聚集起一颗超高热能量球之后，用右手将能量球扔向对方，这个技能使用次数达到15次，说明大古十分偏爱于使用力量型，这也许是大古莽夫的由来吧。但其中有1次并不是自己蓄力的能量球，在第15集中，在接到加佐特2代喷出的等离子球之后，一番蓄力下，将等离子球转变为迪拉修姆光流扔向了对方，从而将其击败。第3个技能，也许你认为是空中型的兰帕尔特光弹，但其实不然，实际是大古比较常用的小技能手掌光线，它的使用率也达到了14次。这是3个形态共有的光线技，发射形式多种多样，经常用来试探对手以及出其不意的攻击手段，但威力一般，但也有一击必杀对手的案例。在第27集中，奥比克望着不复从前的村庄，选择了赴死，故意接下了手掌光线而因此殒命，这也是迪迦中经典的剧集之一。第4个技能便是兰帕尔特光弹，它是空中型的必杀技，使用次数为6次，也是迪迦首次使用的光线技，它也是需要蓄力的。在第1集中用此光线击败了梅尔巴，但同样也有简化版的兰帕尔特光弹。在第38集中，迪迦以瞬发的形式击败了法尔顿。第5个技能次数和兰帕尔特光弹一样，同样是6次，它是迪迦的防御技能奥特护盾，也是3个形态下的共同技能。双手在胸前交叉后迅速展开，形成圆形的彩虹盾，它帮助迪迦抵挡过多种光线。然而在第12集中没能挡下雷伊洛斯喷出的水流，被射了一脸。看来此盾只能防御技能，不能防御实体攻击。第6个技能是使用过4次的特殊计时器闪光，首次出现于第17集，其技能前摇类似于栽培利敖光线，随后双手交叉于胸前，使计时器发出耀眼的闪光，威力巨大，用此消灭了怕光的阿伯巴斯。但此技能消耗巨大，使用完后虚的不行。但其中有1次你也使用过，在第52集中，你使用闪耀型的特殊计时器闪光，依靠这一招将加坦杰厄一击秒杀，这也是 TV 剧中闪耀形态的最强技之一。第7个技能是迪迦空中型的冷冻光线，一共使用过3次，这算是一个辅助技能，首次出现于第3集中，利用冷冻光线冰封住了基里艾洛德人，随后配合栽培利敖光线将其击碎。第8个技能堪称最 buff 的光束之一，细胞转换光束，使用次数3次，不仅能够安抚狂暴中的怪兽，甚至能将其净化恢复。在第30集中，原本以为迪迦要使用栽培利敖光线，在丽娜的护海下，便发射了细胞转换光束，将狂暴的莫拉特王恢复了温顺，随后发射第20，将其还原为最初的原貌莫古拉鼠。这招要是用在人身上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知道人类的起源了？此外，此技能还能和栽培利敖光线一起使用。在第44集中，迪迦在发射栽培利敖光线的同时，配合了细胞转换技能，将盖迪消灭之后恢复成正木劲舞。第9个技能奥特高热爆破，使用次数2次。在第28集中，大古在被乔贝利艾束缚的情况下，全身炽热化，利用超高温度一击使乔贝利艾破碎。在第45集中，紧紧抓住奇杰拉的根部，使用高热爆破，将奇杰拉全部燃烧殆尽。第10个技能奥特固定，使用次数2次，这也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辅助技能。在第8集中，左手释放出金绿色光束，一招将逃跑的基兰博固定在空中，随后配合栽培利敖光线将其击碎。在第33集中亦是如此。第11个技能迪迦弹射光波，使用次数2次，这个看似有点牛逼的技能，实则的确挺牛逼。在第21集中利用此技能破解了艾能美娜的次元移动能力，但并没有产生伤害。第31集中吸收了比佐魔的光线攻击，并且反弹了回去，似乎也没产生实质性的伤害，算是一个化解敌人技能的招式。第12个技能吸收光能量，使用次数2次，在最终圣战中变身为黑暗迪迦的大古，将达拉姆发射的光线吸收，转变成了龙卷形态，随后又将希特拉的光线吸收，转变为了爆裂形态，硬生生把大古给送超神了。以上这些都是大古多次使用的技能，已经达到了12个。
各位闪耀迪迦人间体认为哪个技能最无敌？下一期我们将讲解只使用过一次的技能，有几个技能堪称无敌技能？你能想到几个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探讨。